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5月21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美韩峰会超出预期，拜登政府完成东亚对华布局。那么先讲新闻，美国总统拜登和韩国总统文在寅5月21号在白宫举行首脑会谈，会后举行联合记者会，并发表联合声明。拜登总统在与文在寅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说，美国与韩国合作处理关键区域的稳定，例如在南中国海的自由航行，以及维护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他宣布任命金星荣为对朝鲜特使。那么在此之前呢，美国安全官员说，美韩联合声明中提到台湾的强度将不亚于和菅义伟的美日联合声明。那么美日联合声明是这么写的，说双方强调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并鼓励和平解决两岸议题。那么如果是按照这个标准的话，那么美韩峰会联合声明也应该差不多是一个这样的口本。不过我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等到这个联合声明的出来，所以我们就时间来不及了，我们就继续吧，就不等了应该大体上是这样。那么美韩峰会先由拜登总统和文在寅总统举行单独会谈，然后再进行小规模会谈，总共94分钟然后再进行扩大会谈。那么拜登总统在开场白中强调，美韩同盟对全世界和平与稳定必不可少，两国长期共享历史，其中包括共同的牺牲。他说，我期待两国关系更加成熟，能在诸多新的挑战面前展开合作。双方就共同关切进行了富有建设性的对话。文在寅表示，为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和持久和平，韩国将与美国紧密合作。双方在结束的会谈上确认了加强美韩同盟和维护半岛和平的决心。他说，美韩双方在疫情下没有封锁国门，互助抗疫，保持良好的关系。两国在半导体、电池等领域开展合作，这将成为两国乃至世界发展的突破口。总结一下美韩峰会达成的成果我们来梳理一下。第一个，我们就不把这个新闻往下铺排我们直接讲成果。第一个，中国议题这是美国方面的诉求那么把台湾议题纳入双方的会谈当中，并向外表达对台湾议题的立场，这是拜登政府东亚布局的核心。那么日本首相菅义伟开头，那么韩国总统文在寅结尾基本上就是这样这是这次美韩峰会最重要的成果，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疫苗当然是韩国方面的诉求，双方建立疫苗全面伙伴关系，美国将向韩国提供疫苗援助，为55万名韩国官兵接种疫苗。美国的疫苗厂商将与韩国有关企业合作增产疫苗这是疫苗，这基本上满足了韩国方面的诉求第四个，这个很重要，但是之前就没有提到过。美韩双方商定终止美韩导弹指南。美韩导弹指南是1979年签署之后做了4次修改，4次修改都是美国放宽韩方这个导弹最大射程和弹头重量的限制。当时签这个协议的时候，是因为美国要向韩国输出导弹，那么就
所以呢，双方签一个这样的指南，就是美国有权控制在韩国部署导弹啊，第一个是控制，第二个控制导弹的这个技术啊，导弹的数量、导弹的重量、导弹的射程全部都是美国控制的，所以大家不要以为仅仅是美国在那驻军而已，它基本上控制导弹是基本上双方最重要的武器了。那么当时韩国为了获得导弹的技术，所以同意所有的导弹都在美国的控制下引进啊。那么现在呢，韩国现在就很想我自己控制这个导弹，就美国你就不要管我了，意思就是这个意思。那么终止这个美韩导弹指南，就意味着韩国自己自主控制他们的导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改变。那么这也是过去文在寅上任之后，他一直在推动这件事情啊。这是第四个啊，当然这是韩国需要，这是美国一个重大的让步啊，重大的让步啊。这为什么会有第一个成果？我估计跟这个让步是有关系的啊。第五，美韩商务圆桌会议在美国商务部举行啊。总统文在寅、韩国经贸部长和两国企业界代表出席。那么会议上，韩企代表强调，北美市场在信息通信技术产业、动力电池、动力汽车等未来核心产业发展方面尤为重要，并表明通过与美国尖端企业合作，积极拓展市场，掌握新技术。然后呢，就是三星、海力士四大企业宣布对美国的投资总额达到394亿美元，大数400亿美元第一就是三星电子投资170亿美元建这个芯片厂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电池产业 LG 能源解决方案和 SK 创新将投入约140亿美元，在当地成立合资公司或者单独投资就是电池第三，现代汽车计划在电动汽车生产和充电基建方面投资74亿美元。海力士投入10亿美元在硅谷建立覆盖人工智能、内存解决方案的新兴产业研究中心这就是双方在这个芯片、电池、电动车，还有就是人工智能方面的合作那么美国总统拜登为韩战英雄这个帕克特授予美国最高荣誉勋章，然后这是拜登就职以后首次颁发这个勋章，同时也邀请这个文在寅参加还邀请文在寅发表演讲。文在寅讲了一番话这是韩国方面的态度他说，我们看到我们两国的企业和行业之间成功合作案例越来越多，这将塑造后疫情时代如半导体、电池和通信美国和韩国之间不断扩大的合作，将不仅是两国，而且是整个世界经济复苏的突破口。在以前与拜登总统会晤中，我们重申了我们对加强韩美联盟和实现半岛和平的共同承诺。我相信，在我们建交139周年的前一天，我们的人民会很高兴听到这个消息。那么，韩国将与美国紧密合作，实现完全无核化，并在朝鲜半岛建立永久和平那么，全世界都在欢迎美国的回归，并对美国的领导人比以往做的更多，保持高度的希望那么大概是这样我期待着在不久的将来，在大韩民国的首尔再次欢迎这个拜登总统大家说了一番这样的话。那么这里面有个关键的议题，什么议题？我们刚才讲了几个主要的，有一点就没有讲半岛，就是半岛无核化问题。
半岛无核化问题，这当然是这次这个文在寅访美非常重要的议题，但是这次美国没有给韩国一个他们想要的答案啊，只是说拜登总统只是说我派一个特使去搞定这件事情，但是就没有说啊，我们后面再来分析啊。那么另外有一个新闻，这个新闻我们可以放在一起来看。日本政府21号在首相官邸举行内阁会议啊，敲定韩国驻日大使姜仓一递交国书的日期啊。那么这是什么？韩国驻日大使姜仓一将于本月24号向日本天皇递交国书啊。那么韩昌一是今年1月22号抵达日本履新啊，那么隔了4个月才递交国书。你可以想象一下，这其实反映的是什么？反映的是两国关系真的是很差，差到一个这样的地步。一个大使到的那里，然后就是，就这么长时间才递交国书啊。那么2月12号向日本外务相递交国书副本，通常来说呢，就是韩国驻日大使履新之后呢，先会见什么？先会见首相，然后再见这个外相。然后呢，再开始动作啊。可是这个韩国驻日大使从1月22号履新到现在，既没见首相，也没有见外相，所以双方的关系已经非常的差。但是现在你可以看到这件事情的发生意味着什么？之前做的工作开始有效了，韩国开始逐步的改变对日本的态度。那日本也开始做出一些表态来啊，这个很重要啊，这是很重要。那么，白宫安全顾问沙利文啊，昨天在这个记者会上说，文在寅总统的到访正是拜登政府整体国安政策的一部分，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主题。这部分是什么？这部分就和日本首相菅义伟访问美国是一样的。他把这个最后的一个拼图完成了啊。那么朝鲜议题，其实我们刚才讲，美国没有给他，但是其实美国的立场是什么？美国的立场基本上在朝鲜的问题，第一个，朝鲜半岛实现无核化仍然是战略目标，这个没有变。美国检讨朝鲜议题，第一个，半岛无核化仍然是战略目标，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做出改变做出了一个重要的改变，就是美国不采用一揽子方案来解决问题，就是说，之前美国方面一直想和朝鲜谈判，建立一揽子方案，让朝鲜契合。那现在的想法是什么？现在拜登政府的策略是，我不需要一揽子方案，我们找适当的切入点，谈就是保持弹性，也保持灵活性，这就是现在的这个态度啊。那么美国并不急于解决这朝核问题，那么当然最着急的是谁？最着急的是韩国啊。那么美国不着急的原因有2个，第一个，美国发现着急也没用，你过去4届这种总统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他为什么要解决？解决不了，所以美国现在不解决，不用这个解决方案，不用这种方式来解决问题，而是寻找适当的切入点来谈就是。那么另外一方面，美国的态度也是防止中国利用朝核问题作为一个牵制的工具，所以美国现在的态度改变了，不追求一揽子方案，也不追求立刻解决问题啊，所以这就是美国在朝鲜问题的立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之前讲，美国很希望韩国加入四方集团。那么在上一次就是就是叫什么呀？我们看一下啊，在这个
找不到了啊，对，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协调员坎贝尔，坎贝尔在文在寅赴美之前接受了韩国的这个媒体的访问啊，他是这么说，他说他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概念，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美国现在对朝鲜问题啊，并没有特别的，就是解决方案啊。他说，我们谋求具有实质性、可协调的切入方式，和朝鲜直接展开磋商啊。所以这是一点。第二点，记者就问他说：说，核心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四方会谈啊，四方会谈，四方集团，他就问他说，是不是有计划扩大四方集团？这个当然很明显，韩国的媒体其实很敏感这个问题上啊。然后他这么答，他说目前美国没有扩大四国集团的计划，把这个事情放过去了，等于这次呢，就等于把四方集团扩大的这个议题放过去了啊，放过去。这是第二个问题啊，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是什么呢？第三个问题就是美国现在的态度，核心的态度是什么？核心的态度有两点，对于韩国来说，第一个，对韩国最重要的第一点，就是要把位置坐过来，这就是美国要求的，你必须坐过来，你不管装也好，怎么样也好，反正你得坐过来。但是你对中国那边的关系，要选边啊，现在必须选边，这就是第一点。第二点，大家有没有发现，在半导体领域，半导体是美国非常重视的议题啊。为什么？半导体决定了整个电子行业的未来。所以现在的自从拜登总统的芯片峰会之后，基本上所有的半导体厂都跑到美国去投资建厂啊，这当然是美国要求的，美国希望你们来建厂。那实际上这个是全球在半导体领域最核心的有两个地区，第一个就是韩国，第二个就是台湾。那么台湾主要是台积电，韩国主要是三星，但不仅仅是三星，也不仅仅是台积电，其实他们是有一个产业集群在那里。那么现在你可以看到，美国现在在半导体领域就是一头抓台湾，一手抓韩国，这就是文在寅这次访问美国想要做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美国主要的诉求就是这两个诉求。第一个，把半导体领域，把半导体厂去美国建厂，把整个产业链放到美国去，台湾也是一样，放到美国去。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把位置坐过来。那这次呢，你可以看，通过这个记者会，通过这个联合声明啊，就表明基本上美国在整个东亚地区的布局就已经完成了。那这个拼图是什么呢？这个拼图当然是在东亚这个局面，就是三块，第一块是日本，第二块是韩国，第三块是什么？台湾海峡。这三块就基本上完成了这个拜登政府在东亚的布局。然后下面有个什么呢？下面有个四方集团，四方集团等于4+2，整个的东亚布局就是一个这样的布局啊。好，那我们今天就把美韩峰会，我们今天就把美韩峰会的结果啊跟大家说一下啊。那么另外呢，我没想到我们会这么快讲完，我们其实还有一些内容我就没有讲。一个是什么？一个就是3个大厦，我们更新一下，3个大厦紧急封闭、紧急关闭。那么
18号、19号、20号连续3天，摇晃啊。那么连续3天摇晃以后，21号紧急关闭，调查原因。现在呢情况是怎么样？大厦从21号0时起暂停所有业主、商户、租户进出啊，等检测工作完成之后再有序开放。这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可能它的这个检测呢，可能并不是一个非常大规模的检测。那么现在就是不让大家进出而已，没让大家把东西搬走啊，没让大家把东西搬走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个检测的时间不会太长啊。那么美国驻广州领事馆19号发出警示，说有鉴于评估安全风险的信息不足，提醒美国公民避免进入或者靠近这个赛格大厦附近地区。大厦认为大厦有风险，有安全风险啊。那么这是赛格大厦的一个情况。另外一个情况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情况就非常的，哪去了？好，另外一个情况就是我们之前报道过，什么呢？报道过现在政法系统正在进行教育整顿啊，教育整顿从3月1号开始。3月1号开始，整个全国的教育系统啊，全国的司法系统进行教育整顿啊，教育整顿为期3个月的时间啊。那么5月20号，福建省政府新闻办召开记者会，介绍什么呢？介绍福建省第一批政法队伍教育整顿阶段性的成果。这个会议上很搞笑，他说这个会议披露，截止目前，福建有2000名政法干警主动向组织说明问题，有800名干警向纪检监察机关投案。那么适用于自查从宽政策的有400人，那么还有400人当然不属于自查从宽啊。那么这个福建省政法委常务副书记那么叫王敏夫说，截止目前，全省纪检监察机关立案审查调查有400多人，处分处理市县2级政法单位的班子成员，领导成员、领导官员近50人，移送司法10人。那么省公安厅1级巡视员张立杰、南平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吴荣才等一批违法违纪干部受到处罚，形成了有力的震慑。这就是中国搞运动啊，这就是搞运动，政法系统搞运动啊，基本上平均是8个抓1个。那么福建非常搞笑，800名投案，800名干警向纪检监察机关投案啊。那么处分了多少呢？处分了50人啊。现在就是这个情况，好吧？那我就把这2个，我本来以为没有时间讲，结果没想到还有时间讲。那好，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啊。那么明谢Louis 陆，谢谢Jessie 蔡，谢谢 James 叶，谢谢那我们今天大家没提问吗？今天没有提问吗？那好，那我们把上个没有问完的问完吧。
好吧？那上一个有个问题，我上次我看到我没有答到啊，那我这次答完它啊，看看大家还有没有问题，好吗？提问，请问王老师有机会讲一下海南发展的未来的发展吗？中国说要把海南打造成为另外一个香港。我上次的节目当中讲了一个非常简单啊，回答的非常简单。我说这个海南从它独立成为一个省，独立成省之后，一直没有成市，都没有成市呢，我认为它也成不了市。那么他要把这个海南打造成为一个香港呢，那全中国都会变成香港。其实后来有个网友答说，这个海南没办法打造成香港，但是可以把香港打造成海南，这个是很有智慧的一句话。但是我讲讲，后来我想了一下，我还是要讲一下为什么为什么海南成不了事情啊？他现在把海南定位什么呢？定位成为一个海南作为一个自贸岛，把整个的岛变成一个自贸港，把整个岛变成一个自贸港，就进行一个全封闭，变成一个封闭的一个空间。这有点像这个封闭的空间是有点像香港，香港当初就是个封闭的空间然后就进行自贸区的建设。这里面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海南本身自由贸易不是条件自由贸易其实是一个贸易关系，也就是说，你建一个自贸区或者建一个自贸港，你是更新了你和你的贸易伙伴之间的关系啊。那么前提是什么？前提是你已经有贸易伙伴，那然后你们的贸易会扩大。那比如说你跟他有生意来往，那本来他订单，他手上有100万订单，有300万30万给你，30万给另外一个，40万给另外一个。当你这个贸易条件改善之后，他可能把那另外一个30万全部给你。那你可能你的订单就会由30万变成60万，你可能会是一个这样的关系。那你不会是因为你有了这个贸易条件，或者你更新了你的贸易条件，那么你会扩大你的生意，会建立更多的贸易关系，但是不会在一个什么都没有的地方突然变出一堆的工厂来。那是不会的，因为海南就一直没有发展过工业，也没有发展过制造业，海南也没有很强大的产业基础。海南主要有2个产业，到目前为止，像海南的主要的产业就是2个，第一个房地产业这是第一个，房地产业是海南的支柱产业，第2个就是旅游业。海南基本上是一个这样的产业结构，那你这样的产业结构之下，你开始要做自贸港，自贸港讲的是贸易，你必须是有贸易，你有个很好的贸易条件，但问题是，假如你没有产业基础的话，你哪来的贸易呢？难道你跑到广东省去把东西买来，然后你再去出口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呢，你要跟别人做贸易，你要么是买进，要么是卖出。你卖出的话，你这里要有工厂；你买进的话，你这里要有市场。海南人口并不多，那你首先你要出口的话，你这里没有工厂怎么出口？你这里没有足够的消费市场，你怎么做进口？既没有出口，也没有进口，你的自贸港做来干什么呢？所以海南要把它变成一个香港，那做香港的什么？香港的主要的产业结构是什么呢？香港的主要产业结构是：第一是金融，第2也是旅游。但香港的旅游跟海南的旅游完全不一样。海南的旅游是什么？
海南的旅游主要是观光业，旅游景点的观光或者是度假，海南的旅游业。香港的旅游业是什么？香港的旅游业主要是购物。购物的原因是什么？因为香港的商业发达。你说这两个旅游业一样吗？旅游业的内容都不同。所以你怎么香港有金融产业，香港有投资产业，香港有教育所，香港金融业非常的发达，海南啥都没有，所以海南怎么可能变成香港？香港变成海南是有可能的。香港现在中共在海南做的这些，在香港做的这些事情，就是要把香港变成海南，这是有可能啊，这是有可能，好吧？我就把这件事情再详细的表达一下啊。提问：今天看了头条新闻，说大陆为了人民币国际化，要放弃汇率目标，请王老师解释一下。首先，他要放弃的是什么汇率目标？如果要把人民币国际化，汇率目标是不可能放弃的啊，因为为什么？人民币是一个货币啊，那么这个货币呢，对外货币的价格，对内叫利率啊，这是货币的价格，就是你借钱的时候要用的成本。对外就是汇率，汇率就是你要买人民币，你要付出的价格，就是两种。货币有两种价格，一个是对内叫利息，一个是对外叫汇率。所以任何一个货币政策都一定会有汇率政策或者汇率目标啊，它是不可能放弃的，这是第一条。第二条，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不存在国际化的问题，人民币只有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自由兑换的问题。人民币现在一个货币，我们讲这个，我们在讲到这个自由兑换的时候，我们通常讲，我们在银行有两种性质的账户，一种性质叫贸易账户，一种账户叫资本账户。那么我们在银行里面有两种性质的账户，贸易项目的账户呢，人民币是可以兑换，自由兑换。为什么？因为当你做贸易的时候，你可以自由的换美元跟人民币，那么方便你去做贸易啊。就是说，你假如有订单啊，你出口的时候，那你就可以你就可以把东西卖出去，获得美元，你可以换成人民币。同样的道理，当你在进口东西的时候，你向别人买东西签了合同，你拿着合同去外管局盖个章，银行会把这笔钱从人民币换成美元，你去付进口。所以在贸易项目下面是自由兑换的，但是在资本项目是不可以自由兑换的。就像我们不可以拿着钱去说我们要出去旅行换钱，不行，一年不能超过5万美金，超过5万美金就不可以了。所以呢，中国人民币现在是世界上少有的几个没有实现自由兑换的货币之一啊。那么当它没有实现自由兑换的时候，它就不存在国际化的问题。国际化的前提是人民币要实现自由兑换，实现自由兑换的前提就是人民银行要取消外汇管制，就是外汇管理局你把它撤销了，中国人可以随便拿着钱去银行换美元、换英镑、换欧元，那就可以了，那人民币就可以自由兑换，人民币可以自由兑换，人民币就实现了国际化。在没有实现资本项目自由兑换之前，人民币所谓的国际化都是拿来说做一些什么呢？做一些宣传而已啊。提问，请问老师，韩国的归队在国际上似乎台湾有利，但产业上是否影响台湾的重要性？台湾跟韩国，他们在产业上有互补性，他们有很多的联系，产业上互不影响不大。
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核心的问题不是对台湾有利，是对美国有利，对中国不利。台湾在这中间，当然对台湾是有帮助的，但是跟台湾没有太直接的关系。那是韩国跟美国的关系，那是美国跟中国的关系。台湾就是守好自己就好啊。情况：云南漾濞6.4级地震，死伤30人，其中漾濞县死亡2人，轻伤23人，重伤3人；永平县死亡1人，大理轻伤1人。另外，青海玛多县7.4级地震，这很严重的地震啊。情况：刚刚看吴修氏的中国视频，深圳赛格大厦已经开始搬货物了啊，那可能要蛮久的了。提问：美国以新疆棉为由叫停了优衣库的商品，逼优衣库站队，王老师能不能解读一下？美国完全是根据总统的行政命令执行这个动作的，所以其实这个动作应该是今年1月份就已经开始实施的了，所以它并不是针对优衣库，它只是在执法，所以不是逼优衣库站队，它只是说美国禁止进口什么呢？美国禁止进口含有新疆棉花的任何的新疆棉花和棉花制品，这不是针对优衣库，是针对所有的商品啊。提问：中欧协议彻底冻结，加亚洲主要国家归队，主要国家晶片在美国投资，美国已经完成地理形势和高科技的包围，下一个动作会是什么动作？会政策引导加快产业链撤离吗？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出发，你可以看一下啊，第一个，把日本、韩国理顺了，把这个关系理顺了，韩国跟日本之间的关系也理顺了，美国跟韩国的关系理顺了，那基本上呢，这个东北亚的这个铁三角就恢复到原来的情况。那么这原来的目标是针对朝鲜，这个原来的铁三角的针对目标是朝鲜。那么现在铁三角的针对目标是中国，进行了一个战略性的转向，而且把这个铁三角呢，把这个台湾海峡纳入到这个铁三角的覆盖范围覆盖范围之中。这个铁三角是什么关系？是军事同盟关系，大家记住，这是军事同盟的关系。四方集团其实还不是军事同盟的关系，还是个安全对话的问题。所以他现在这是第一个动作。那么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出发，那基本上在整个东北亚地区，美国就完成了这种盟国的这种整合，这已经做完了。然后四国集团的动作也做完了。那所以在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整个东亚的布局，那么拜登政府就应该基本上完成。那至于说产业链撤离，这是一个进程，这不是一个动作。产业链撤离这件事情是一个很长的过程，不是1-2年就可以完成。观点：只要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中国就没有自由经济区可言。这就好像你进赌场换了筹码，不论你用筹码赢了多少，只要筹码不能兑换现金离开，这样的赌场就算赔率再高，也不会有人进去啊。也不能这么说，它是有规定的，它的外汇管制是有规定的。只要你把钱拿到我这里来，他会给你一张水单，你换成美元，你拿美元来兑换成人民币，好，你有一张单，这叫水单，其实是兑换单。这样兑换单证明什么呢？证明你拿了一笔钱进来。好，有一天你说我这个生意做完了，我要回国了，那合法的，你可以把你这笔钱形成的资产，你比如说我卖掉这个厂子卖掉，
原来拿了100万美元来，我现在资产已经变成1000万人民币，我就把1000卖掉，变成1000万人民币，然后我就可以拿着这个水单去换成什么呢？换成美元，汇回去啊，这外汇管制的里面规定有这样的规定的，所以是可以离开的，不是不可以离开，是就是可以换成人民币离开的啊，可以兑换筹码，不可以兑换筹码谁不会进去啊？观点听了王老师上一期关于国内社会过度竞争的视频，深有感触，让我想起美国科学家约翰邦帕斯卡尔洪在1960年做的老鼠乌托邦实验。那项实验得出的结论是，当所有可利用空间被占据，所有社会角色被扮演后，个体所体验到的竞争及其带来的压力将导致他们在复杂社会行为上的彻底沉沦，最终导致人口崩溃。OK， 情况我自己在政法圈子知道这个情况。现在全国公检法都要求工作人员去谈话，自己交代问题，大小问题都算，比如说是否遵守8项规定、生活作风等，还要求去揭发别人的问题。很多最后被移送司法的都是被揭发的，而不是一开始就交代。很多省都在竞争交代问题的数量，福建那个应该是全国范围里交代数量最多的之一了。有人说交代问题的人数要达到总人数的10几才算合格，这个比例非常夸张了。这是什么？这就是文革。文革就是这样搞运动啊。提问，请问王老师谈一谈中共对自由世界的认知战，人们该如何建立心态进行防范？中共对自由世界的认知战，当然是首先是他控制信息啊，控制信息就是，宣传是什么？宣传其实就是2句话，所有的宣传就是2句话。第一句话，我们是好的；第二句话，他们是坏的。你看所有的宣传，最后都可以用这2句话来结尾，就是你看新华社、人民日报发表的所有的新闻，你后面都可以加上这2句话：我们是好的，他们是坏的。一看国际新闻，你最后加一句话：他们是坏的就可以了。所以他们的认知战，首先是控制信息，他选择你能得出这2句话结论的新闻给你看，不能得出这2个结论的新闻你都看不到。这是第一个认知战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就是对所有的新闻进行解读，解读的结论是什么？解读结论还是这2句话。假如不是这样解读的，他要把这个新闻再调整一下，调整到能够得出这样解读的状态来，就是修改新闻、篡改新闻啊。所以你如果要怎么样去防范，没有什么可以防范，就是你不看他的新闻，你就防范了。你要看他的新闻，他就在对你进行洗脑，这就是认知战啊。所以，你没有什么心态，你就要知低，你要知道，你打开头条新闻，打开网易新闻，打开新华社，打开人民日报，打开你的这个叫什么这个微信，你看到的东西都是认知战的一部分，无时无刻从大到小每一条新闻都是以这个前提呈现在你面前的。如果不是以这个为前提的话，你都看不到，你在这些网站上都看不到。那你最后你怎么办呢？你最后你能做的就是不看这些媒体，看其他的媒体啊，就这样。王生好，代老爸向您致敬。为上一期讨论躺平的节目，他说很感动。另外，他对您在金正恩神隐一事上的洞察力佩服啊。对招商银行年报看贫富差距的节目还做了笔记。当然，你的
您的有些观点他也未必同意，但他对于不方便给你打赏表示歉意，谢谢你的努力并坚持啊，谢谢。对的啊，这个态度是对的啊。嗯，你不需要同意我所有的观点，你也不甚至可以不同意我任何观点。我提供的不是标准答案，我提供的只是我的看法啊。我的看法有的对，有的不一定对，有的不一定你认可，这很正常啊。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站在不同的位置，我们站在不同的角度去看这些问题，然后我们有不同的背景，我们都有不同的知识结构，所以我们看待一件事情的情况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我们刚才讲这个政法委啊，讲这个政法系统的这个搞运动，刚才政法系统的人出来讲他们看到的事情，一样吗？当然不一样。所以每个人站的角度、站的位置不一样，你看的东西是不一样啊。所以我非常同意这个网友的做法，就是你要保持一个独立思考的心态啊，批判性的来看我的节目啊，就是说要用质疑的态度来看我的节目，这样子是最有价值的，最优的态度啊。听了上一期节目，我想说，不要再把211大学算到容易找工作的行列了。我曾经2019年是西南某211大学的学生，当然我没读完大一就出国了。我认识很多学长学姐，他们有的是本科生，有的是研究生。事实告诉我，一半以上我们学校毕业的，最后都因为找不到想要的工作，选择考研。其实有一些人考研后或者本科毕业找到工作，也不能够负担得起房价以及昂贵的生活成本。试想，在深圳、上海，每年25万的收入能过上什么生活？我不知道你的问题是什么。每年25万的收入，生活不会太差吧？你说呢？我不知道你的问题是什么。如果在上海一年25万，应该还可以吧？除了供楼以外，供楼就不好说了。你要把其中哪一部分去供楼，那看你买的是什么房子吧。观点想说说直播，我刚才这个网友能不能把你的问题给我一个结论？我其实很想知道你在问什么，你的结论是什么，好不好？啊，观点想说说直播一的内卷话题。老公家里是一个美国普通的家庭，一家人各行各业都有，建筑工人、护士、普通公司职员、披萨店的 cashier、码工、律师都安居乐业，自己买了不错的房子。每个人都会至少2到3门外语和乐器，多才多艺，工作和业余生活 balance 得很好，这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每个人都能找到谋生之道和舒适的生活状态，并且有余力追求谋生之外的兴趣爱好。今天上午这个节目啊，直播一的节目结束之后啊，我跟朋友聊，我朋友打电话给我，说看了这个节目啊，很有感慨啊，感慨很深啊，感慨很深什么？他说了一句话，我真的我很震撼啊。这句话他说什么呢？他说是这样，他其实他在加拿大，他说他说他走了几个国家，他看到的情况是什么？全世界只要你不那么懒，基本上都能有一个差不多的过得去的生活，只要你不那么懒。再说像中国人那么勤奋拼996的这种情况，那你要在西方这国家，那你别说不说富得流油吧，至少小康之家是没有任何问题。现在中国的情况是什么？现在中国的情况让很多中国人很愤怒的情况是什么？躺平其实背后讲的是什么？就是说他很拼，但是仍然不能够得到一个
体面的生活。就是说，在中国你怎么拼，你都得不到一个体面。但我当然讲的是大部分人，那上面的那就不同，另外一个层面的概念啊。我们只是说的是中下层的这个情况，就是说，你看中国人这么拼，还得不到体面的生活，这是什么问题？这就是这个国家出了问题啊！他这个话说的我非常的震撼。这个真的是说到了问题的点子上，问题的核心就是这个问题。其实大家没有奢望说我们要有个多么厉害的生活，其实并不是，大家只是要一个安稳的生活。跟996也罢，你这个那个也罢，反正，我是觉得现在中国人最愤怒、最愤懑的就是这一点。所以这个网友说的这个的时候，我想起了我的朋友跟我讲的这番话，这番话真的是对今天直播一的节目最好的总结，就是这个躺平。为什么会躺平？因为中国人发现怎么996，怎么拼，怎么加班。那我以前的同事，不说别的，我们以前的同事早晨5点钟出门，晚上9点钟回到家。为什么？住在很远啊，他到市区大概要坐4个小时的车才能到办公室，他大概有一半的时间在路上，8个小时在路上，8个小时上班。那你想剩下的不就是回去睡觉，然后再出门，基本上就这样。你说很多，这不是一个两个，这很多的在北京上班的人都是这种情况，5点钟就要出门了，回到家已经9、10点钟，那就一路在睡觉，就这样。那你想想，还有其他的呢？在我们单位上班的那收入还是可以的，那收入没那么高的怎么办？啊，真的是，所以中共天天吹牛，我经常很生气的就是说，你别吹吧，你要吹成这样，你得做的像样一点。你现在这个工作做的不好，就很多时候你的这些牛吹起来太邪恶了。结论，我是站在一个曾经大学生的角度，给出一个我的结论：中国大学生就业问题比王先生想的更严重。是的，应该是啊。当然我没有体会啊，因为我没有处在那个状态当中，所以他人就是地狱，其实讲的就是这个问题啊，就是我没有办法真正的理解我没有经历过的事情，所以我只是想象。所以这个网友说的很对，中国大学生的就业问题比我想象的更严重啊。观点：这些年来贬值最大的不是货币，而是你的努力，这就是内卷，管亲友。非常好，说的很对，很深刻啊，很深刻。这些年来贬值最大的不是货币，而是你的努力，这就是内卷。OK， 受教了啊，谢谢。观点：台积电在美设厂，原本只开1间，后来加开到六个厂。而美国对台积电工程师在美国工作3年以上可以申请美国绿卡。在台积电的工程师已经年薪200万，只要到美国就变2倍，年薪400万。工程师和子女在可住宿、上学、通勤等补助。美国就是这样明的挖角台积电工程师留在美国发展。也不是，这是台积电自己的员工啊，不是跑到别的地方去了啊，对吧？美国这不算美国挖他的脚啊，这只是给他，你不给他可以啊，美国可以不给他，但是台积电会要求他给吧？你要让他这人长期在这工作，你不给他绿卡怎么弄啊？是不是？所以这个我不觉得是美国明挖台积电的脚，工程师，这是台积电留住他在美国厂里的台湾工程师的办法嘛，对不对啊？观点：25万人民币年薪在日本也算中位数了，在台北已经是教授级别了，是吧？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台北25万年薪，25万年薪就相当于100万新台币吧，差不多啊，对吧？100万新台币，教授100万新台币吗？我不知道啊。观点：内卷就内卷吧，我不参与。我要给我孩子争取站着活的权利。我要和我的孩子的班主任约法三章：红色活动、升旗、早晚自习，我孩子不参加。有问题找我来，有事我担着。OK，这个很牛，这个爸爸很牛。问：国内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模式是否适用于科技创新？很多时候，基础理论的创新，更多依赖于个体的努力。国内各地投巨资建立高校和研究所，最近高层开始调研院士制度改革。请王老师谈一下国内科技管理运行体制和西方科技体制的差异。谈不了，为什么？这个是个课题，这要研究很久了，我这一下子谈不了啊。当然，这个科技，集中力量办大事。如果科技创新可以的话，它早就创新了呀。它为什么现在还没有呢？科技创新要有个前提啊，一个前提是什么？你得思想自由啊，你得学术自由啊。中国有没有学术自由？有没有思想自由？没有啊。那你想想，你连思想自由、学术自由都没有，你怎么科技创新啊？你光以为科技就是怎么那么一小块，我这个自由就行了，其他不自由没关系，不是这样，那不是这样。我们整个人类社会在科学发展，在人文发展，这是一体的，这是两个腿，一个是人文，一个是科学，你是两个腿在往前走。你说啊，人文这边我们就暂时不动了，不碰了，我们只发展科技，科技你可以自由，怎么可能？你没有思想自由，其他都不会存在啊。所以这一点我不相信。集中力量如果能办大事的话，早就办成了呀，早就集中力量办大事啊。这几十年来办成了没办成啊？提问王老师：如果按照现在的中国对外贸易的情况，未来是否会关系到国内出口情况？因为全球在独立中国的情况下，你在问什么？我没听懂。如果按照现在中国对外贸易的情况，未来是否会关系到中国出口的情况？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因为全球在独立中国的情况下，是否有必要考虑向东南亚进行产业转移？谁在向东南亚产业转移？你说的是谁？中国吗？不知道，你重新问一下好不好？你好像有点语病啊。提问王老师好，我的经济常识极度缺乏，请问王老师，任何货币自由兑换和汇率是什么关系？汇率是什么？汇率是货币的价格，货币的价格就是汇率，就是你用美元买人民币，1块钱买6.5块人民币，用1块美金换6.5块人民币，这就是人民币的汇率，就是人民币的价格啊。那么自由兑换跟汇率是什么关系？自由兑换就是你能不能自由的换钱，用这个汇率进行换钱，它的关系就是这样啊。那么拿钱去换外币就是自由兑换？不是的，现在中国是有外汇管制的，所以你超过5万美元，它是不换给你的，所以不叫自由兑换。中国现在还没有开放这，只是给老百姓一些换外汇的额度而已，还没有自由兑换。各国汇率是不是以美元为基准？不是，全世界的汇率没有基准。但是美元是什么？美元是交易货币。你比如说，石油交易用什么？用美元，用美元作为单位，大家都用美元。那如果你用这个你用欧元，
他用俄罗斯卢布，你用人民币，大家都要换来换去钱，所以我们叫汇兑成本会比较高，所以大家就约定我们都不用了，我们只用一个世界上最强的货币美元作为商品的交易单位，所以它就叫交易货币。所以美元不是汇率的基准，但是美元是交易货币。OK， 提问王老师能评估一下、预估一下，照目前的疫情发展，什么时候中国大陆能够自由通行？今年年底行吗？我不知道。现在中国在大力的推打疫苗，但现在的主要的情况是什么？你现在主要的情况是，你不知道他那个疫苗是不是真的啊？他的疫苗的质量怎么样？搞不清楚。他拿给这个世卫组织去检测的报告，那个报告是不是可靠的？不知道。然后他拿给其他人用的，拿给 A 用的跟拿给 B 用的有什么区别？不知道。所以现在有很多的情况不清楚，所以我们疫苗品质不确定，你的结果就是你对疫情的控制你也不确定。所以现在不清楚，我们只能走不看不啊。问题我在美国30几年，没了，重新给我了一下啊。提问：中共倒行逆施的行为和对外政策显然已经引起世界各国的极大反感和强烈抵制。然而，中国对外的新闻发布以及网络官宣，并没有感觉有收敛之势，反而觉得口气越来越强硬，大有死猪不怕开水烫。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架势？王老师能分析一下他们到底是什么心态？他们真的不怕世界各国把他们像狗屎一样抛弃吗？是这样，大家知道中国外交部他的这个表演，他其实是在表演啊。一个外交官是不可能，全世界古今中外的外交官，包括中国自己，古今中国的外交官没有像现在的中国外交官这么臭流氓的啊！我讲的就是臭流氓啊！大家讲的是讲他什么战狼，那你是侮辱狼了。他们是臭流氓，就是那个一副流氓相，就是古今中外所有的这个外交官没有像现在的中国这么臭流氓的。他现在这个臭流氓为什么臭流氓？因为他是在表演，表演给谁看？表演给习近平看，这是习近平要的。他如果不这么表演，他就会消失，就这么简单。其实没有别的。所以至于外界怎么看，对他来说不重要。他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他最重要的观众就是习近平。习近平爱看，他就演给他看。这就是所谓的战狼外交的背后的唯一的原因。所以我们不要讲的战狼，也就臭流氓外交。臭流氓外交，你看他讲话那么流氓腔，然后就完全不讲理，蛮横无理，就基本上是一个这样的。所以他们根本不是外交官，他们就是若干个戏子，在那里表演给习近平看。习近平其实在唱习近平的堂会，所以这跟世界人民对他们的看法没有1毛钱的关系啊，他们只在乎一个人的看法。情况，王老师你好，我人在首尔，这2天南韩有人吹风，说拜登完全拒绝文的疫苗请求，我说不可能，两国首脑会谈之前，大多数 deal 已经谈妥了，不然不会见，事实也是如此，文还是很厉害的，游走在中美之间也是很不容易。那当然，拜登有他想要的东西，文在寅必须给他。文在寅有拜登想要，文在寅也有他想要的东西，拜登也要给他。如果你都不给对方他要的东西，你想要的东西也得不到。
所以疫苗得到了，这第一个。第二个，导弹控制权得到了。对于这个什么，对于韩国来说，这是个非常不错的交易。然后拜登得到了中国议题，拜登还得到了什么？还得到了这个半导体半导体的全力支持。所以每个人都得了两样东西，有一样东西没有得到，就是文在寅想在朝韩问题上取得突破，美国没有给他。为什么？美国不想把这件事情变成中国的一个战略工具，所以美国的对于朝核问题，美国的态度现在就是我把这件事情放下来，慢慢来做，不讨论一揽子方案，也不急于见面，你爱谈谈，不谈就放在这儿，不着急。所以呢，韩国着急也没用，因为这跟整个的美国的对朝鲜半岛的政策有关系他改变不了这一点。所以基本上，美国得到了他两个想要的，韩国得到他想要的，有一样东西没得到，基本上就这样，这件事情就搞定了提问：王老师能做一期关于中小学乱收费，还有给强制配备平板电脑收费7、8千元，实际价值只有500元左右的淘汰电子垃圾，关于教育腐败做一期节目，谢谢王老师。有新闻我们都会做，没有新闻我不会凭空做。我会跟着新闻走，如果碰到了我就会一起做，好吧？都是这样。观点：从拜登上任总统后，世界格局的迅速变化发展，验证了王老师说过的，民主体制下，一旦方向目标确定，效率是非常高，是这样。民主制度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很难形成共识。为什么？因为谁都不该谁的，我不该你的，你也不该我的，我不同意你就是不同意你，所以形成共识很难。特别是像美国一直是超级大国，超强，它还比其他的民主国家还有个更大的问题，它找不到对手，老是搞不清楚对手在哪。所以美国的问题所以美国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没办法达成共识这内部很难达成共识，这第一个。第二个，老是找不到北，老是找不到他的对手在哪。那现在美国已经搞清楚美国的对手是谁，然后美国又形成了内部的凝聚了一个共识，就是要对付中国。所以有这两样东西全部都达成了，所以拜登总统这个工作其实不困难，一点都不困难，又有共识，又有目标，那你说有多难呢？其实真不困难你看美国国会天天帮白宫，今天传一个新武器，明天传个新武器，所以就是我都说，这个坚议桌上面的这个对华政策的工具都摆不下了。那你说说看，他工作有多难？他工作真的不太难，反而就是做这些国家的工作是有点难度，但也没有太难。为什么？你想一下，这些国家都有求于美国，美国只是说，哎，你求我是吧？行，你这件事情你也给我办办吧，怎么会不同意呢？没有不同意的呀，他手上捏着别人的命根子安全是什么？安全是命根子你说他能不听吗？一定得听，只是你也得给他想要的，他想要疫苗你就给他呗，他想要这个导弹的这个支配权，你就放给他呗，就是这个。提问：王 Sir， 最近媒体疯狂宣传就业率很高，人均收入理想，但下面评论却是消极的，为什么这次没有去控制舆论？这次是什么？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就业率很高，就业率很高吗？这个李克强国务院常务会议刚刚讲完，就业问题要解决，你这
宣传什么宣传？自己打脸吗？提问996这种问题是共产党造成的，还是中国老板就是刻薄？996的问题当然是中国老板就是刻薄。现在的问题是什么？现在的问题是996为什么会成为一个这个叫什么？成为一个行业的标准呢？从996从哪开始？从谁开始？从华为开始。所以我对华为一点都没什么好印象。这个996是从华为开始，然后这个过劳死是从华为开始。华为天天吹牛逼，其实华为的那成就底下都是工程师的血泪。我去华为，他们就从底下拉出一个行军床来。那个时候华为没有一个工程师桌子底下没有个行军床，就是这样。所以它为什么会成为一个标准？原因是什么？不执法。你从华为开始抓人，你试试看，你看这个社会还有没有中国还有没有996？996就是从华为这样的企业开始的。所以，首先是资本家水平很差，管理很烂。然后拿中国的员工去填他的无能，才会跑出996来。而中国政府不去执法，纵容这些企业来做这件事情，那上行下效不就连华为这样的企业都在996的话，那其他的企业不是更996？就这个问题啊。所以都有责任。中国的老板有直接责任，中国政府有不执法的责任。观点同意王先生的观点，动物世界的狼是非常有智慧有纪律的。情况，我和专门做疫苗的人请教，接触疫苗后核酸检测弱阳性的问题，他很震惊。灭活疫苗灭的就是 RNA， 而且自然中的 RNA 是非常不稳定的，在灭活疫苗中能检测出能被逆转录出来的 cDNA， 只能说这个疫苗质量呵呵，搞不好就是存在打活病毒的情况。灭活疫苗如果你控制的不好，你打进去的不是灭活的疫苗，是活的疫苗，活的病毒。灭活疫苗是灭掉了活性的病毒的疫苗的意思。灭活是什么意思？就是它的原材料就是病毒，病毒打得弄半死就是灭活，然后做成疫苗打到你身体里去，它不会发挥它的毒性，就是灭了它的毒性的活性，打到你身体。但是如果你没有灭掉它的活性的话，打进去的就是病毒啊，你就直接感染。所以之前中国农科院干了一件什么事情？他培养的疫苗，针对这个非洲猪瘟的疫苗，生产出来还没有成功，非常可笑。他没有成功的疫苗，还没有完成，就是还有毒性的疫苗，被偷偷的里面拿出去培养，然后再叫什么侵权卖。侵权卖，你想是什么人？一定是内部的人干的嘛，对不对？结果呢，那个疫苗是有毒性的，人为的把这个非洲猪瘟又传播了一遍，这就是中国农科院干的事情。所以在疫苗这个行业，老实讲，中国的疫苗行业名声狼藉，就是这个道理啊！我不冤枉他，绝对不冤枉他。中国的疫苗行业没什么好名声。观点一直好笑，中共对外宣传的一个观点，中国巨大的市场，全球离不开中国市场。那么中美贸易，中国是巨大的顺差国，也就是说，有更多的东西卖到了美国。那么到底是美国市场大还是中国市场大？
当然美国市场大，怎么能跟中国比呢？美国，中国每年有5000亿顺差，你想5000亿顺差什么概念？就是中国在美国从美国赚了5000亿美元，就这么简单。那谁的市场大？那肯定是美国市场大啊。情况中，大学的老师都搞项目，没心思在教学上。期末考试通过划重点，然后你背一下就能搞得高分。平时也没啥，很多大学生在床上躺半天才下床，吃饭靠外卖。所以现在的大学生就这样，大学生不读书啊。所以现在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什么？现在不是说大学老师的问题，从校长到院长到系主任到教授到讲师，这一串下来，没有一个人在用心教学的，没有一个用心教学，这是一个问题。学校老师有责任，还有个把像样的老师嘛，上课呢还被举报，你说这学校怎么弄？中国现在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啊。观点洗脑新闻主要三个要点：我们是好的，他们是坏的，他们也说我们是好的。OK， 好吧。观点：中国人当下的状态不能用勤劳来形容，应该是无奈。近30年来 ，CCP 洗脑最大的成功就是要致富就买房，然后用无数种行政方法保持房价的上涨。但是国人没几个人会思考一下，2代人一辈子的积蓄买的是几十年的使用权。第一批商品房1980年代差不多到2050年使用权到期，到时候看看会出现些什么吧。到时候会强拆你就合理合法了。情绪，在中共国能够在网上发声躺平的，已经是处在相对优势地位的韭菜。其实那些读不了大学，甚至初中升高中阶段就被淘汰的那些人，只能趴在社会底层的人，根本就连发声的机会或者发声的意识都没有。说得很对，制造这种社会鸿沟的是中共，说他多邪恶都不过分。这样的中共国根本就不可能有什么民族复兴。讽刺的是，他还经常打出民族主义的臭旗。观点，不同意王先生关于华为的观点，因为华为给予了员工足够的薪酬福利，而其他公司只会学996，没有给予相应的福利，两者还是有根本区别的。观点，我在美国做 IT 30几年，转过好几份工，每个公司都有很好的工资加股票，好慷慨。我很少加班，我要加班上司都不好意思，还补假。美国工人就是有尊严，这我就不答了吧。就是说华为是因为他待遇好，所以就活该是吗？如果你是那个工程师，你不会这么讲的。观点，人民的福祉一方面来源于薪水，另外一方面来源于社会福利。观察到日本的购买力很强，在分配方法方面动了不少脑筋。我们从小就被灌输反对福利社会嘛，反对福利社会。好，我们最后一个好吗？观点，人文艺术需要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科技创新需要尊重自然和理性批判。确实如王先生所言，我们人文精神被阉割得很厉害，重建人文与科技创新相辅相成，非常正确。好，我们今天就鸣谢。Viva Sign 谢谢 JTL 谢谢James Wang 谢谢许优谢谢 Toby Leon 谢谢 Elena Ma 谢谢 Helen 谢谢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